大家好，最近整个科技圈都在疯 AI，对吧？你看每个巨头都拼了命的在发布新东西，可是苹果呢，好像特别安静。但你想想看哦，这份安静的背后，是不是其实藏着一场我们没看到的宁静革命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。好，那我们的路线很清楚。首先，苹果真的在 AI 这场比赛中消失了吗？再来，市场上那些担心跟怀疑是怎么来的？接着，我们要来看看苹果到底在走一条什么样不同的路。最后，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，他们想打造的那个科技跟人性结合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。OK，第一部分，现在这个世界大家开口闭口都是 AI，但苹果就是特别安静，这就让很多人心里冒出一个大问号。没错，这个问题就是苹果这个过去改变了手机、改变了电脑的科技巨人，它真的在这场 AI 大战中落后了吗？你看这个对比真的很强烈，新闻头条上全都是微软、Google、OpenAI， 他们天天都在发布新的厉害的 AI， 但另一边苹果呢，就是一片安静。好，这种安静不只是安静而已，它已经让市场还有很多果粉开始感到焦虑了。而且苹果最近的一些动作，说真的，更是让大家看不懂。这个焦虑感是怎么来的？你看嘛，竞争对手们都在花大钱盖资料中心，训练大型语言模型，就好像在军备竞赛一样。结果苹果呢，他们最大的一个新闻，竟然是宣布要跟他们的老对手 Google 进行一个多年的策略联盟，等于是把 Siri 最核心的大脑外包给竞争对手了。这怎么能不让人担心？而且这不是小打小闹哦，这笔交易据说每年要付给 Google $10亿，$10亿，这就让很多人开始想，苹果自己的 AI 研发是不是真的遇到什么瓶颈了呢？好，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苹果真的不妙了，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，如果这不是示弱，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打法呢？接下来，我们就要从苹果的根本理念，还有它吓死人的业绩表现，来看看这背后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故事。想弄懂苹果，我们就必须回到贾伯斯的这句名言。他说：“真正对软体认真的人，应该自己打造硬体。”这句话可以说是苹果整个公司的 DNA。他们相信真正的魔法来自于软体跟硬体天衣无缝的结合，也就是端到端的完全掌控。所以，当外界都在替苹果担心 AI 的时候，你看看他们最新的财报，哇，营收、iPhone 销售、服务收入全部都破纪录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的市场地位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脆弱，反而可能比以前更稳固。所以，重点来了，苹果它根本就不是在跟其他人玩同一场 AI 游戏，它玩的是一场不对称战争。他用自己最擅长的武器，也就是软硬体整合，来打这场仗。那这场不对称战争的策略是什么？主要有4个部分，而且最妙的是，这一切的起点其实就在你我手上那台 iPhone 或 Mac 里。第一个支柱就是边缘 AI， 简单来说，就是靠着苹果自己开发的超强的 Apple Silicon 晶片，直接在你的手机或电脑上跑 AI 运算。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第一，速度快；第二，更有效率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你的个人资料完全不用上传到云端，隐私得到了最大的保障。好，那你可能会问，万一有些任务太复杂，手机算力不够怎么办？这就是苹果的第二个法宝，叫做私有云端运算 PUCC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安全的中继站。当你的手机需要帮手的时候，它会把任务丢给这个中继站，利用云端的强大算力处理完之后，资料就立刻删除，完全不留痕迹。厉害的是，连苹果自己都看不到这些资料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懂了，它跟 Google 的合作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
桥接策略。你看哦，如果是那种需要广泛世界知识的复杂问题，像是宇宙有多大，那就交给 Google 的模型去处理。但只要是跟你个人有关的，比如帮我找一下昨天会议的重点，这类任务就全部锁在 Apple 自己的安全系统里，透过边缘运算或 PCC 来完成，公私分明，各司其职。所以你看，苹果这一步一步的布局，其实最终都指向一个更大的愿景。这个愿景已经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了，而是关于科技到底应该在我们人类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这又回到了贾伯斯说的那句话：苹果一直都想站在科技与人文的十字路口。他们要做的不只是最强的科技，而是最懂人性的科技。而他们实现这个愿景最大的本钱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数字，全球有超过25亿台正在使用的苹果装置，这是一个超级庞大的生态系，也是他们 AI 策略的基础。所以，苹果想打造的未来是怎样的？想象一下，你的 AI 助理不是一个聊天机器人，而是一个真正懂你的个人智慧代理人。它可以透过你 iPhone 的镜头理解你的唇语，它可以马上在你 Mac 上的 M5 晶片里帮你总结会议记录，它可以安全地帮你完成跨 App 的复杂指令，比如说帮我找出昨晚那张晚餐的收据，然后传给我的会计师。整个过程你不需要下什么复杂的指令，更不用担心隐私外泄。这就是为什么苹果这场宁静革命跟我们每个人都很有关系。所以说到最后，苹果的这场宁静革命，其实是给整个产业，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抛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AI 的未来，你希望它存在于某个遥远的、你看不到的云端资料中心里，还是你希望它就安安静静的、安全的待在你的口袋里？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，以上这些内容是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所做的一些个人观察与分析，它不代表任何的投资建议，当然也不代表苹果的官方立场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